各位，见过不要脸的，你肯定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台湾刚刚交了7800亿的保护费，郑丽文这算是退让了蓝美人们。美国呢就发出了霸道的警告，5月9号就在台湾地区立法院砸下了7800亿新台币给美国军火商送钱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第一时间就跳出来发表声明，没有一句感谢，没有一点客气，全是赤裸裸的命令和威胁。他们说，虽然我们对经过无意的延宕后通过这项特别防务预算感到鼓舞，但美国注意到剩余的逆防务能力的资金进一步的延宕是对中国的让步。很显然，在美国的眼中呢，台湾必须作为遏制中国的棋子，不管中国如何反对，美国都支持台湾的武装化、军事化。根据台湾的消息，这次通过的7800亿军购预算被明确分成了2波执行。第一波3000亿的新台币主要用于采购美国已经正式发价的5项武器系统，包括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反坦克型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坦克导弹和陶式 2B 反坦克导弹。第二批4800亿新台币则是一个预留额度，专门用于美国政府在条例施行后1年内同意出售的其他的军购项目，涵盖了反无人机系统、各型的防空反导弹系统以及反装甲导弹战备存量的补充。值得注意的是，蓝白党团通过这个版本时特意加上了一个关键的限制，所有的采购项目必须严格依照美国政府正式发出的发价书来编列预算，杜绝了民进党当局过去的那种先开空白支票后补采购清单的做法。郑丽文呢则直言，民进党原本提出的 1.25 亿的预算案呢，就是一张没有任何细节的空头支票，打着保卫台湾的招牌，实际上是想浑水摸鱼，让台湾沦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取款机。然而呢，即便是台湾方面已经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让步，美国方面似乎仍然不满意啊。美国不仅将此前蓝白党团对预算案的合理的监督和审查污蔑为无益处的停滞，更是公然宣称，如果台湾方面继续延后对其他的已规划的防务项目的资金投入，那就是对中国的让步啊！这是赤裸裸的干涉中国的内政。更令人愤怒的是，美国国务院在整个的声明中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完全无视这些庄严的国际的承诺啊。那么这是本身就是对中美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的践踏。既然美国爸爸都这么说了，那赖清德更加跳出来得了便宜卖乖了呀。赖清德也不满意啊。对那个7800亿的军购满意吗？是昨天立法院3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固然是踏出不容易的第一步，但并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原因是因为第一个金额从1兆2500亿减到7800亿，那7800亿光购买美国的军购都不够，更何况商购、委办、推动台湾的国防产业都没有在这个特别条例里面，这对未来整个台湾的防御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1兆2500亿，那么各类的国防预算科目基本上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有些是直接跟美国政府直接军事采购，有些必须要跟新创公司进行商购，有些必须进行跨国的国防科技产业合作。那当然我们要委办我们的中科院，然后再加上去推动台湾的国防产业，那这些都没有办法在里面。接下来会希望说，那更何况他这个法律通过的时候，并没有像往常的特别条例，一旦通过，行政院就可以编列预算。
他还要再做一次报告，同意之后才可以编列预算。如果立法院不同意，那你还是不能够编列预算。换句话说，最后可能会看得到，还用不到，等于又设了一道关卡。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预算审查程序啊，所以我非常希望立法院朝野各党团能够基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还有台湾产业的发展，重新考量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通过。否则的话，我们这一个国防的军购，其中有一个项目是海马式吧，5月31号就要付款了。根据立法院这一个有违惯例的审查程序，那恐怕会来不及啊。因为1个月内行政院要去报告，立法院同意才可以编列预算。那到底可不可以编列？预算送来之后能不能通过还不知道。我担心5月31号都来不及。不过好像蓝营的一些名嘴倒是挺满意的，说郑丽文大赢特赢。郑丽文赢了，谁说郑丽文输？这胡扯啊！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就是3800亿加 N 等于7800亿，也就是说，本来3800亿加 N 可能等于是1兆2500亿啊，对，它没有上限啊。那现在变成3800亿加 N， 最多只能变成多少？7800亿，加了4000亿。对，也就不是加了4000亿，而是这一个1兆2500亿的预算被砍掉了4700亿，就一刀就砍掉你4700亿。本来有可能是全数给你的啊，只要你拿到发价书。现在你拿到发价书，我也砍你4700亿。所以这个不是郑丽文的胜利，这是谁的胜利？这比3800亿加 N 更好啊。对不对？这是全台湾人民的胜利。对，这个是更好的一个版本啊！我觉得是郑丽文的胜利啊，只是郑丽文大概不想让其他的意见人感觉到好像没有成功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胜益的模式啊。是砍掉4700亿，明白？你如果照原来的版3800加 N， 可能加到最后就变成1兆2500亿啊。现在没有了，上限就是7800亿。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的大成功，以及蓝白合的大成功。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又让民进党到现在呢，我看民进党就黑的白的讲，白的讲黑的，他现在不太敢吭气嘛。对，还什么郑丽文没有胜利，我觉得郑丽文大胜啊！我们恭喜郑丽文，我们恭喜国民党。那这个3800亿加到7800亿，加了4000亿，但是由1兆2500亿到7800亿减少了4700亿，大家知道向中间靠拢。中间靠拢，我认为下修的时间减少了4700亿，那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合理一些，因为一定不可能接收这个，也不可能接收1兆2500，一定向中间靠拢嘛，大家取个中间值嘛。是，刚刚观众但是下的也多，对，因为刚刚观众所讲到的就是说，那个可以打到2000公里的飞弹，是有这个能力，但是数量问题，你只有3枚5枚，你能够形成一个战力吗？只能形成微小的战力，对，一下就消耗掉了，是数量问题。你做了，你打得再远，那你数量只有3枚5枚，那能够达成什么样？或者最多数量你只能做20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关键做飞弹的关键技术软件是控制在美国手上，我们自己能够制作，但你关键是向美国买，你买的那个火箭的，包含它的喷射那些材料啊，你去买多少公斤，美国都知道。这个是要做飞弹的推进器的，他都知道，他给你限制数量，你要订购，我们做不出来，那个冶金技术我们做不出来。所以还是没办法，还是受控于美国。我们只是一个数量。对不起啊，我补一个，我所关注的重点是，因为我看了很多消息里面都会讲到说，郑丽文的话会担心你给了一个 blank check， 就是让他自己填的数字，那么拿起来的话呢，万一人谋不臧的话，你不晓得他将来拿这个钱做什么用。那所以我刚刚讲说，全台湾人民的胜利，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说立法委员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审预算，审预算就是看人民的荷包，看人民的荷包的话呢，民进党我也相信他是为了看人民荷包，就这样一下子被砍了多少？4700亿，4700亿，砍了4700亿，我都没有听到任何的抗议示威，发动群众一起联合起来，把所有不爱台湾的人抓出来。没有啊，感觉上好像就是还不错。那这个我就觉得开始不得不怀疑了啊！你为什么会这么云淡风轻一样啊？难道说是啊求乎其上得乎其中吗？啊漫天开价就地还钱吗？啊就像是川普一样，先来个机械施压，最后呢马上来了让你
啊，然后呢，这协商还价钱。我觉得这个做法让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怀疑。我认为的话，一开始讲的非常严重啊，好像美国还那个叫鼓励盐的什么东西还冒出来，那鼓励盐关我们什么事情啊？在这讲了好多次，好像太上皇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实际上的话，这个你做一个立法委员的话呢，你就应该看紧荷包嘛。那你国民党主席的话呢，带领的这样子的一个党团，就是要把大家的荷包看紧。所以我说，这个是很多人，而且我觉得郑丽文另外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居然让很多的这个虾兵蟹将、妖鬼神蛇全部都冒出来了，这个也挺好的。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催促台湾增加军费、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保卫台湾，而是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呢，美国军工复合体是这场军购闹剧的最大的受益者。据统计，截止到2025年10月，美国对台军售的积压未交付的订单总额已经超过了215亿美元，现在又新增了7800亿新台币的订单，意味着美国军火商在未来几年内又能从台湾身上赚的是盆满钵满了。另一方面，美国想通过武装台湾来牵制中国的发展，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台湾就是一枚用来遏制中国崛起的棋子儿。美国希望台湾呢能够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必要时给中国制造麻烦，消耗中国的国力。为此呢，美国不惜不断地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纵容他们进行各种分裂活动。对于普通的台湾老百姓来说，这场军购的闹剧带来的只有沉重的负担。7800亿新台币什么概念啊？相当于台湾地区每个家庭都要为此承担近6万元的新台币的债务。新党的主席吴成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且大陆的 GDP 已经是台湾的20倍。就算台湾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武器，也不可能比大陆还多。用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去买一堆过时的武器，妄图以武谋独，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更讽刺的是，美国虽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台湾，但实际上从来没有给过台湾任何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承诺。美国对台湾做出的所谓的防卫承诺，只不过是一些口头的空谈。一旦真的武统台湾，美国会不会出兵保护台湾，美国人自己都没有把握。台湾当局、民进党痴心妄想用巨额资金换取美国的所谓的安全保障，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嘛。台湾人民自己的选票选出来的，只能是大掉牙往肚里咽嘛。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